好的，欢迎回来啊！我们接着上一期节目的内容继续往下进行。接下来我们讲一下巴菲特给了我们什么样的启示。第一呢，是不断学习。尽管我们已经花了将近20分钟对巴菲特和他的投资理念做了一个梳理，但必须要说的是，巴菲特还有更多的伟大之处，其中一个重要的就是他持续不断的学习。巴菲特自己说，如果我只学习格雷厄姆一个人的思想，就不会像今天这么富有。查理芒格呢也认为，巴菲特的成功是多种因素合力的结果，但是具有决定性的因素是持续学习的结果。他在2007年威斯科年度股东大会上指出，沃伦是这个世界上最佳的持续学习机器。乌龟最终战胜兔子是持续努力的结果。一旦你停止了学习，整个世界将从你身边呼啸而过。沃伦很幸运，直到今天，即便是早已过了退休的年龄，他仍可以有效的学习，持续的改善其技巧。沃伦的投资技巧在65岁后更是百尺竿头，更上一层。作为一直从旁默默关注的我，可以肯定地说，如果沃伦停留在其早期的认知水平上的话，那这个记录也就不过如此了。好了，我们再简单的总结一下，巴菲特从其他投资大师那里面到底汲取了哪些营养。格雷厄姆，市场先生与安全边际。费舍呢，只有最优异的企业经营与远景是唯一值得投资的商业价值，和没有一个时间适合将最优秀的企业脱手的理论。查理芒格，聚焦高品质企业投资和格栅理论。彭博，消费独占企业是最佳投资价值的理论。可以看到，巴菲特的投资理念呢是一个开放式的体系，他不断博采众家之长，为我所用，不仅向其他的投资流派、投资行家学习，而且向各个领域、各个学科的高手学习，在生命的每个细节中进行学习。这是巴菲特由一个普通人转变为投资大师的主要原因，也是社长不断反复强调的一点。想要做好投资，务必保持谦卑、敞开胸怀、海纳百川，持续学习，不断丰富完善自己的投资体系，让自己处在不断的进化状态当中，永不停息。第二呢，是要学会长期持有。为什么要说长期持有这个话题呢？因为这是学习实践巴菲特投资方法的前提。没有这个前提啊，后面对公司所有的分析都没有意义。因为再优秀的公司也需要时间去创造价值。很多人在买股票前呢，会做很多基本面研究的工作，但是买入后呢，整日盯着股价的波动，最后持有的时间呢，可能不到几个月。那么这样的基本面研究就显得毫无意义了。相比一般的投资者理解的长期持有，巴菲特对此有着更高的要求。如果不准备持有一只股票10年，那么就连10分钟也不要持有。可见巴菲特对持股的要求是以10年起步的。那么巴菲特为什么要以10年为期进行长期持股呢？我们看看他是怎么考虑的。第一，以10年期去审视公司，可以排除掉99%的股票。一只股票值不值得我们买入，除了要看公司基本面和估值以外，还需要我们先问一下自己，这只股票我们是否愿意持有10年？它在未来10年里是否能依然保持优秀，或者是变得更加优秀？如果不能给出肯定的答案，那要么是这个公司还不够优秀，竞争力还不够强，要么就是自己对这个公司还不够了解。可能有人要问了，未来3年保持优秀不行吗？持有3年不行吗？巴菲特告诉大家，不行。这里的10年时间其实是一个标准，一个审视公司选择标的的标准。3年、5年其实是在降低这个标准，而只有在10年这个高标准下，像一些难以搞懂的科技股，一些因短期因素导致基本面非常优秀的个股，一些行业波动剧烈的周期股，以及自己能力圈以外的个股，都会被轻易的排除掉。而只有那些自己非常了解并且足够优秀到未来10年依然会稳定发展的公司，我们才敢于在买入的时候就做好持有10年的准备。所以在10年前的考验面前，是帮助我们排除掉那些资质平庸的公司，选出竞争力极强的公司，最终的目的是保证我们选股的成功率。第二呢，是要做好长期持有10年的准备，可以杜绝自己心存投机的心理。是投资行为还是投机行为，就看自己是打算长期持有还是短期持有了。在市场里啊，不论是谁，难免都会存在一些投机的心理，这里包括了对短期股价的预测，试图做一波差价，包括对公司短期业绩的预测，试图抓住公司业绩的快速成长期，包括对行业短期发展的预测，
试图赚一波行业发展的红利期。那这些预测里面都或多或少存在着投机的心理，而以10年为期的长期持有可以帮助投资者过滤掉这些投机行为，因为所有投机买入的理由是不可能支撑投资者持有10年的。这里并不是说这些投机行为不好，如果能抓住企业发展的快速成长期和行业的快速发展期，那么收益自然很高，但这样的高难度动作，尤其是对普通投资者而言，其判断失败的概率是非常大的。在我理解的巴菲特的投资理念里，对未来投资的确定性要比实现高收益更加重要。也就是说，宁可买一只非常确定的稳稳增长的公司，也不要确定性不高的却可能快速成长的公司。第三，买入时做好持有10年的准备，有助于我们忽略股价的短期波动，培养良好的持股心态。越是做短线的，越是在意每天股价的波动，这是肯定的。而在买入的时候就做好持有10年的准备，那么短期的股价波动就很难影响我们的心理了。同时，我们以持有10年的标准选出来的公司都是极其优秀的，非常了解的。持有这样的公司，我们的心理也不会因为股价的波动而有很大的起伏。良好的心态可以帮助我们客观理性的分析，可以提升投资过程当中的体验，可以帮助我们实现更好的收益。以10年的长期持有，还可以培养我们以长远的视角去看待问题，所以在心态和眼界上，与做短线的人相比，完全不在一个频道上。这也是为什么价值投资者都普遍长寿的一个重要原因。第四，买入时准备持有10年，并不是一定要持有10年。买入时要做好持有10年的准备，其目的是用长期的视角去审视公司，审视自己的投资行为，而不是为了持有10年而买入。因果关系是不能搞反的。虽然买入时做足了功夫，但是实际中谁都没办法保证一个公司在未来10年里不会发生重大的变化。那投资呢，本来就是一个概率游戏，10年时间的审视也是为了提升这个概率。而在持有期间，当公司基本面发生重大变化的时候，当股价出现非常高估的时候，当发现自己当初对企业的分析存在一定的失误的时候，都是可以卖出的。同时，持有10年更不是不管不问，在持有期间依然要保持对公司的关注，对组合的跟踪管理。那实际上，巴菲特对自己的持仓也不是一直不动的，他的几只几十年不动的股票，实际上收益率远远小于他的整体收益率，而大部分持仓股平均持有时间也是在3年左右。那综上所述呢，长期持有是价值投资者的基本功，价值投资实现投资收益主要是靠企业的盈利增长，通过二级市场的放大效应来赚钱的。再优秀的公司也需要时间去创造价值。一个价值投资者如果做不到长期的持有，那么他就不能是一名合格的价值投资者，更不可能学到巴菲特投资方法的真谛。所以在我们的投资实践过程当中，如果想成为一名价值投资者，就要刻意的培养自己长期持股的能力。第三呢，有一个4好标准。在树立了不断学习和长期持有这样的正确投资观念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来聊一些具体该怎么向巴菲特学习的问题了。其实巴菲特的投资观念经过简化之后，给了我们一个很实用的选股策略，那就是4好标准。第一呢，是企业准则，也就是生意好不好。第二呢，是一个管理准则，就是高管好不好。第三呢，是一个财务准则，就是回报好不好。第四呢，是一个市场准则，就是价格好不好。那我们一个一个来看一下啊。先看第一个，生意好不好。巴菲特喜欢的公司有3点要求：一是生意模式简单，一看就懂；二呢是经营历史持续稳定；三呢是长期的前景清晰可见。巴菲特的几个经典投资案例，比如可口可乐、亨氏、富国银行、美国运通等等，这些公司不要说是在美国，就是在全世界也都是大名鼎鼎的。而且这些公司基本上都是老百姓的生活相关的，都是长期提供同样的产品和服务，都有几十年的财务数据可以看，未来的发展方向呢也很清晰。就比如说可口可乐，过去的100年里它在卖糖浆饮料，未来的100年里它大概也是在卖饮料。那全世界的人呢依然还在喝，公司的利润率依然会非常高，这样的生意是看得懂的好生意。再来看看第二个，高管好不好。巴菲特曾经说过，他喜欢买那种傻子都能经营的生意。原话是，划的是什么船，要比怎么划船更重要。那是不是说管理人员就不重要了呢？并不是这样的，就算是傻子都能经营的生意，也经不起败家子的折腾。纵观巴菲特的投资生涯，没有好的管理层，
再好的生意他也绝对不买。那怎么才算好的管理层呢？巴菲特认为，最好的管理层应该站在公司主人的角度去行为和思考，最大化股东的利益。具体来说呢，巴菲特对管理层提出了3个要求：理性、坦诚、独立思考。理性呢，就是能高效的配置资源；坦诚就是不仅能报喜，也能报忧，承认错误和失败；独立思考呢，就是能不从众、不跟风。前2点都很好理解，但第3点独立思考恰恰是大部分公司的高管稀缺的品质。大多数的公司管理层都很容易高估自己的能力，还有双闲不住的手，而且非常喜欢模仿同行业的做法。别人投资的新项目，他也马上要跟进；别人进军海外，他也进军海外；别人本季度增长了20%，他就不敢说自己增速低于19%。从众心理根源于人性，别人怎么做，你不跟着做，就会感觉到很奇怪、很尴尬。但是一名好的管理者最不应该做的就是跟风。拿可口可乐举例，这家100年老店一直是一门好生意，但为什么巴菲特早不买晚不买，偏偏在1988年才买呢？他说，这时吸引他的是可口可乐领导层的变化。整个20世纪70年代，可口可乐麻烦不断，惹上了一大堆的官司，而且经营水平急剧下滑，利润率呢也在不断的下降，公司的股价涨幅严重落后于标普500指数。为什么呢？就是领导不行当时的董事长保罗·奥斯汀独断专行，为了营业额保持增长，盲目的扩张，买入了大量不相关也不赚钱的业务，其中包括了一个不赚钱的酒厂，还投资了水利项目和养虾场。对，你没听错，就是水里面鱼虾的那个虾。1980年，可口可乐更换了领导层，公司的董事长和总裁都换了人，那变化呢是巨大的。新任的管理层一上台就卖掉了前任领导发展的不相关的产业，回归了公司的核心业务，也就是卖糖浆饮料。同时他们开始削减成本，明确了全公司的核心目标，就是提升盈利能力。那如何判断管理层到底做得好不好呢？巴菲特提供了一些小窍门，你可以翻翻这家公司过去几年的年报，尤其是仔细阅读管理层所说的未来的策略，对照现实看看有没有说到做到。除此之外，就是去查看一下财务数据。第3，财务数据也是评判4好公司的第3个要素。那从财务上看呢，对股东的回报好不好？看财务数据主要看什么呢？先看公司赚不赚钱。巴菲特关注的数据不是公司的净利润，而是利润率和净资产收益率。也就是说，每销售1块钱的产品，或者每投入1块钱的资本，分别能赚多少钱回来。那这2个指标才真实的反映了企业的长期盈利能力。再来看看公司赚了钱是不是回报给了投资者。那巴菲特创造了一个指标，可以迅速的测试出公司的吸引力。那这个指标呢，叫做$1原则，就是指利润中每留在公司内部1块钱，至少应该创造1块钱的市场价值。那公司的管理层最重要的一项工作就是赚了钱怎么分，不管是给员工加工资，还是用于研发投资，你没有发给股东的那部分利润留在公司就是要增值的，否则就是对投资者不负责任。还是拿可口可乐来举例前面说了，可口可乐1980年更换了管理层，他们做的怎么样呢？数据说话。1980年可口可乐的税前利润率低到了 12.9%， 而到了1988年，也就是巴菲特买入的这一年，利润率已经升到了创纪录的 19%。 同时期呢，可口可乐的市值增长的速度接近了 20%， 也就是说，公司每留存1块钱都产生了5块钱的市场价值。可口可乐这次换帅的效果是立竿见影，而巴菲特此时决定买入，就是认准了他的好回报。第4呢，好生意、好管理、好回报，这样的3好公司已经是投资者的梦中情人了，再好的东西也不能掏过多的钱来买。这就来到了第4点，价格好不好？很多人觉得好价格的意思就是让市场给一家非常优秀的公司标注出一个非常低的价格。其实这种看法是不对的，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好东西往往不便宜，而便宜的东西呢，往往并不是非常好的东西，这几乎是市场有效性的正常体现。如果投资者想要鱼和熊掌兼得，这几乎是在正常市场情况下不太可能会完成的任务。从某种角度上来看，也是一种过分的贪婪。所以好价格不是低价格，而是合理的价格。关于如何给价格做判断，后续我们的节目中还会详细的讲解。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了。如果你一口气看到这里，请真的给自己点一个赞吧，也给我们一个赞，谢谢你的支持，我们下期见。